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啊！今天我们来开箱和上手试玩一台没有内脏的笔记本电脑。在前段时间 ，Linus 发布了关于Nextdock 2这么一个设备的评测视频啊。Nextdock 2它是一台只有屏幕、键盘、触摸板、接口和电池的一个长得很像笔记本的设备。它需要连接到手机或者是其他的小型电脑之后它才能完整的进行工作。它本身并不是一台笔记本。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有没有这样的使用需求呢？就还需要研究讨论一下啊。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非常有用的一台设备了。我们平常制作评测视频的时候，经常要在不同的地方对电脑进行调试操作啊，比如在拍摄的时候在摄影室里面发现电脑的 RGB 灯工作不正常，就需要接上屏幕、键盘、鼠标，对它进行软件的调整什么的。而我们平常使用的那一套东西呢，摆弄起来就非常的麻烦。换成这个 Nextdock 2之后呢，我只需要插一根 USB 线一根 HDMI 线就可以干活了省事非常多。甚至如果那台电脑使用的是自带 Type C 接口的 N 卡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干活了，哇，那就清爽非常多了。所以看完老赖的视频之后呢，我就赶紧到淘宝上面去搜了一下结果我发现打着 Nextdock 2标志的版本呢是没有卖的但是 Nextdock 2的他们的代工厂把这个货拿出来卖了是没有 logo 的，但是我初步看了一下，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台机器它有13寸和15寸两个版本13寸呢，对于我们平常使用来说，我感觉小了一点所以我就等了几个月，等到它15寸的版本发售就终于把它给买了回来它的价格是1500元。结果这台机器买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工作室里面的小伙伴都对它非常的感兴趣毕竟我们平常外出的时候都要带手机的嘛，然后接上它就能变成一台笔记本我想了一下，还是有一点方便的。连接手机使用的话，它的资料本身就是同一套，不需要跟电脑之间传来传去然后现在手机的性能也很强了打个文档、码个字挂个 QQ 什么的也没有问题。然后这台设备它怎么说也比常规的轻薄笔记本要便宜很多所以我考虑到可能也有不少人会对它感兴趣所以就做成了视频。OK， 故事说完了，那我们来开箱因为外包装之前就已经被人拆掉了所以这一次不用刀，直接拿出来就好了。上来就是配件说明书，一个汉字都没有等一下再看吧。配件HDMI 转 HDMI Type C 到 Type C 还是编织绳，好评。Type C 转 USB A 跟一个 Micro USB，不知道干嘛用的。这几个是不同地区的标准的供电转换插。这个是 USB Type C 到 Micro USB 的这种转接头，这东西还是挺丰富的嘛，这配件。这个又是 Type C 到 Type C， 这个应该是充电用的吧，这么长。一个 Type C 的供电头 PD 60瓦。他可能考虑到是他给这台机器充电，然后这台机器给手机充电所以这个输出也是挺大的这个是2插的它这个转接是这样子搞的，直接就用2插，然后这样子卡进去这个设计挺方便的可以。好，过来就是本体它这个东西就这样子插进去了吗？天气太热，手有点汗，好难拔。就一个塑料袋装着，什么 logo 都没有。原本 Nextdock 2中间是有一个他们的标志的，反面认证，然后就 Made in China， 然后啥都没有了。可以。差点忘了。这个包装箱上面也是什么都没有的。这玩意感觉也不算很轻，起码有1公斤以上了。好，我们打开看一下。单手，咦勉勉强强是可以的，可以单手开启。OK， 那么来仔细的看一下这台机器。A 面和 D 面算是看过了，因为什么都没有。机器的外壳是铝合金的，3面都是，边缘的贴合度还马马虎虎。
先看 C 面，键盘是完整的带数字键，好评啊。不过方向键这里把 Shift 给挤了一半 ，Control 也偏了，打字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按键手感觉按下去晃荡晃荡的，特别是这空格，非常明显，就好像弹力有点不足的样子。键泡上面的磨砂颗粒比较粗糙，然后上面的文字就是最便宜的丝网印刷，不会很耐用。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最便宜的那种国产巧克力键盘，同时这个 C 壳，按下去之后可以看到明显的凹陷，总之整体的做工不算很好。触摸板非常大快和键盘一样宽了，我喜欢。不过它上面是磨砂手感的，摸上去不算很舒服。同时这里是按不下去的，只有这里左右键有触发，也不算很好。屏幕是15.6寸1080p， 而且它是全贴合屏整一个 B 面都是完整的一块玻璃，周边有一圈橡胶的薄边，给人的感觉质感还是挺不错的。就是这个边框目测还是有一点宽。过来看一下接口，左边是一个 HDMI 加3个 Type C 不过这3个 Type C 之中，只有最右边那一个带视频输入功能以及最左边那一个能充电。机身右侧这边是一个 USB 3.0 Type A 接口一个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孔以及一个 TF 卡插槽。这台机器它相当于本身自带有 Hub 转接器的功能。OK， 这台机器的外观我们看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要连接各种不同的设备，测试一下它的兼容性以及使用起来感觉怎么样。首先第一台是自带全功能 Type C 接口的这一个ROG 的幻14笔记本。一上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它送的这条 Type C 线太短了。幻14的全功能 Type C 接口在左边，然后这台机器的输入 Type C 也在左边，不够长。所以我这里去抠了一条长一点的雷电3的线来试一下雷电3的线是可以当全功能的 USB-C 线来用的。然后按开机，长按试一下，亮灯了，有反应了 ，MeGo Pad。好，有显示了。连接了 Next Dock 2之后，笔记本电脑这一边马上就提示说 Type C 接口有电源输入了，而且功率不是很高。触摸板正常工作，轻按是有效的，然后右键也有效，然后放大也是可以的，灵敏度差一点，然后滚动，滚动也可以，还行。然后键盘，可以没问题，键盘也能用了。触摸屏，想多了。忽然发现这台机器它还是内置有喇叭的。这玩意的声音到底是哪里出来的？全身上下都没有开孔啊！是转轴这里面吗？音质的话就听个响应急一下吧。为了方便在外面使用 ，Next Dock 2它是内置有电池的不用插电也可以进行工作所以顺带的它那一个 Type C 接口也可以向外面供电，可以给手机什么的充电。不过我们用设备测了一下，输出电压只有5伏，所以最大的功耗也不会太高。但现在的手机可能都有点不太够，带笔记本就肯定不用说是不行的了。顺带提，输入接口的电压是可以去到20伏，功率有20多瓦。一般电脑的 Type C 接口输出没有这么大，所以如果要长时间使用的话，还是得插着原装的充电头才行。笔记本测试完了，接下来我们尝试一下连接到台式机。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现在中高端的 N 卡是带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的，可能个别非公没有。这个 Type C 的接口它是可以同时输出视频以及数据讯号的所以理论上我只需要插一条线就可以完成显示器、鼠标、键盘连接了。OK， 那我们来开机试一下。确实是有显示输出的。确实是可以的，而且鼠标、键盘甚至声音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样子，我们平常测试电脑的时候，只需要接一条线就可以连上我们需要的基本的外设这样干起活来就方便很多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了。
OK，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连接手机啊，我们这里刚好有一台华为的 Mate 30 Pro， 华为手机自带那个桌面模式做的还可以，来试一下，捅进去啊，然后开机，再给手机充电了，然后到通知管理这里进电脑模式，EMUI 出来了，不是全屏，周围有一圈黑边。调整屏幕，交到，可以。好，来测试一下，浏览器，键盘，可以，触摸板，滑动 OK， 放大，也可以，缩小，就是灵敏度差一点。3个手指，也是有用的，向上滑是打开软件列表。然后向下滑是显示桌面，回到桌面。软件列表这里也可以2个手指左右滑动，还不错，体验还可以。每次点击输入框，它的输入法要整个弹出来，然后再按键才切回这个实体按键模式，有一点烦。华为手机自带的优化的比较好的软件，它可以运行在窗口模式下，也可以全屏还是挺方便的。同时资料都是通的，直接就是你手机上面原本的那些东西。直接用手机上面的 WPS 也可以在外面办公印一下级什么的，但是这个触摸板没有防护处，打字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可能会按到。B 站的客户端它也是支持全屏模式的不过这个推荐这些格子就还是手机那个状态。京东的客户端也是这么个情况，有一点难用。高德地图这种就只有一个竖屏的小窗口，和在手机上面用感觉差不多了。总的来说，这么一套方案在外面应急使用的话呢，我觉得还算可以当然想作为主力电脑来使用的话，就还要花点时间去适应。同时，我感觉华为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还要对系统再做进一步的优化才行。我也测试了用小米10来连接，但是并没有什么反应，包括开启开发者选项里面的强制使用桌面模式也是没有什么用。后来我也试过用小米连接到别的支持 Type-C 的显示器也是一个样子，所以应该是小米这边的问题了所以要想着这样连着这台手机来进行工作的话，就还需要手机这边支持才行。再来试一下连接 iPad Pro， 输出是有的，但是不是全屏连上下都有黑边。然后鼠标是正常的，试一下这个手势也可以，但是不是很灵敏。键盘没问题。看视频的话倒是可以全屏了，只不过鼠标现在只在那一边本机上面出现，这个操作起来就有点麻烦当然这个是 iPad OS 那边苹果那边的问题了。分体水的疯狂的 IT 手机，声音也是有的，这里还没有本体上面的大。最后我们测试一下迷你小电脑树莓派 4B 这个东西要接2条线，一条是 Type-C 的供电，然后再接一个 HDMI 显示输出，然后开机。现在显示和声音输出都有了，但是这个键盘、触摸板什么都没有反应所以树莓派这条线它只有供电的作用，还得再插一个 USB。原来是按键配置的原因，之前是设置到使用手柄来进行游戏这样子就可以正常操作了。好，现在 Nextdock 2的兼容性测试我们做的差不多了，目前表现还算可以常用的设备只要它的 USB-C 接口是带有视频输出，它基本上都能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测一下这个Nextdock 2这个屏幕的显示表现了。Nextdock 2配的屏幕是 1080p 60Hz 的在 15.6 寸以及这个价钱下，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所以重点就是它的色彩的表现了。这里我们用 i1 Studio 来测一下看看。测试结果出来了，色域覆盖只到54%左右的 sRGB 比上一次测过那台 Acer 的笔记本还要差，简直可以说是差到无以复加了，基本上就是看个亮这样子。任何对于色准有要求的应用，在这台机器上面都不适合。同
同时最大亮度只到140尼特，在室内的话还好，在室外基本上就是看不清的了。用960帧的高速摄影机拍了一下，没有闪屏，所以应该不是 PWM 调光，还算有个心理安慰吧。该测的东西都测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来到这个传统异能环节把它拆开来看一下里面都装的是什么东西。这螺丝还有分长短的呀。它不光脚垫下面有螺丝，而且是2颗。好，可以了。原来这3颗螺丝是同时兼任转轴的固定螺丝的。外壳的做工比想象中的要好一点虽然里面看起来有点丑，但是边角的打磨还是可以的有做倒角什么的，摸起来不会觉得硌手。内部的结构就非常的一目了然了，中间一块大大扁扁的电池，这边一块主控 PCB，这边一个接口的 PCB， 上面这个应该是喇叭，没有了。拆开之后才发现，原来 C 面其实是塑料的，中间加了一块很大的钢板来进行固定，这块钢板的重量应该也不小。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张保修标签，这台机器按客服说是工厂出来之后拆开检查过贴了标签，装回去再来卖的。用意先不提，他将这个保修标签贴在这一张散热片上面有什么意义呢？撕掉了散热片之后，这里出现了 Nextdock 的 logo 这果然就是同一个东西。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堆螃蟹以及其他牌子的这个芯片应该是主控以及解码芯片什么的。电池是51.68瓦时不过实际用下来续航大概只有4到5个小时这样子如果再给手机充电的话，还要少至少1-2个小时这样子。再把这个拆下来，喇叭的声音果然是从转轴这里出来的差点忘了，这个电池是拿胶布或者是胶水粘上去的，螺丝只上了1颗，其他这些地方都是没有螺丝的。那么这一堆螺丝孔是干嘛用的呢？我后来又认真的看了一下老来的视频，发现他们拆的这个13寸版本的 Nextdock 2这些螺丝的孔位是对得上的。我手上这一台相当于是把13寸的硬件强行塞到了15寸的机身里面在 Nextdock 的官网上面也没有关于15寸版本的信息。淘宝的客服那边跟我说的也是15寸的机型没有做几台所以我买到的这个难道是传说中的流出的工程样板？所以买13寸的版本可能会更好不过我们的需求比较特殊，目前市面上只有这么一款方案，然后我们需求大屏所以这一台我可能是不会选择退货其实我之前已经是换过一次了之前那一台一到手就有比较明显的拆过的痕迹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考虑买15.6寸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能不能接受这么一个情况了。总的来说，一台手机加上这个 Nextdock 2就能当成电脑来用，这么一个理想现在实现的还不算是很好。手机这边的软件还有不少的改进空间，还有很多的努力要做。插电脑棒或者是连接数位派来使用倒是可以不过要接好几根线，续航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使用起来不算方便同时这2种东西它们的性能一般来说也会比较弱。这台机器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要经常在不同的地方插鼠标、键盘、显示器的应用场景图个方便什么的。连同 ITX 主机一起放包里面带出去，在外面用也算是一套方案吧前提是你能接受它的触摸板和键盘的手感以及这个屏幕的显示效果。顺带一提，我们今天发现，在 Nextdock 的官网上面出现了14.1寸窄边框触摸屏的新版本价格是$300含运费，折人民币是2000块钱出头。我看了一下是可以发货到中国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对这台机器有需求，同时你有 Visa 或者是 Master 之类的支持国际交易的卡那么可以尝试直接到官网上面去预定出口的版本有可能要比这个淘宝上面的流出版会好上不少。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同时，如果你有电脑主机、电脑硬件、电脑外设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去看一下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或者是到淘宝店铺页面搜索“一王的藏宝阁”就可以到达了那么下次再见，我是一王，拜拜。